大家好，欢迎收看《行不离》。在加拿大温哥华一处偏远的丛林里，有一座由500吨木材建造的漂浮小岛。小岛上住着一对老艺术家，70岁的韦恩和62岁的凯瑟琳。1992年，韦恩和凯瑟琳从附近的托菲诺小镇搬到曾作为他们工作室的小岛上居住。20多年里，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如今的小岛由12个相互连接的平台组成，他们称小岛为自由湾，又叫漂浮的食物花园。韦恩和凯瑟琳在这里过着完全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他们平时喝附近瀑布的水或雨水，用太阳能或发电机发电，依靠木材燃烧炉来取暖。他们拥有20亩的土地和5个温室，可以种植足够多的水果和蔬菜。凯瑟琳是素食主义者，而韦恩则会经常钓鱼吃，但偶尔也会开船去陆地上买点肉。因为没有冰箱，他们吃的所有食物都是新鲜的。除了卧室和花园，小岛上还有舞池、艺术画廊和小灯塔。韦恩是一名雕刻家，但他自称是野生动物艺术家，并表示生活在荒野中是永恒的创作灵感。而凯瑟琳则是位会雕刻的退休芭蕾舞演员，她负责小岛上所有的菜园和家务。此外，她对绘画、写作和音乐也同样充满热情。每天早上，凯瑟琳都会在舞池里跳跳舞、练练瑜伽或打打太极拳，可见他们已经切断了现代生活中所有的压力和忧虑。然而，这种漂浮的孤岛生活也确实存在着很多风险和困难，比如他们家门口经常会有野兽出没，甚至还会遇到20多斤重的大老鼠。其实小岛最大的威胁是暴风，因此韦恩设计了一套蜘蛛网绳索系统，将小岛连接到岸边。漂浮的生活使他们每天都有无限的艺术创作乐趣。平时除了开船去钓鱼、采集木材或前往陆地，他们还会去看望同样住在附近的漂浮小岛上的45岁的儿子沙恩。而沙恩的小岛上经常会有游客出没，韦恩和凯瑟琳也非常欢迎游客们来自由湾参观，他们会为每一位游客送上一份自制的蜡烛小礼物。事实上，自由湾每年都还在不断的变化生长。你能想象20年后小岛会是什么样子吗？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者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